我们直接切入核心。说真的，面对2026年第一季驱动 IC 大缺货，还有 PET 材料因为油价波动带来的供应链逆风，大家都在看元泰科技怎么接招。结果呢，他们居然交出了一份获利大幅跳升的成绩单。你可能跟我一样好奇，这背后膨胀的毛利率到底是昙花一现的运气，还是公司体制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其实这绝对不是运气。如果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这份财报背后反映的是元泰在2026年真正迎来了所谓的技术起点。特别是 T2 千晶片的问世，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电子纸只能是静态的刻板印象。有了这个突破，整个商业模式的估值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看这个数字，第一季的营业利率直接从去年同期的 26.6% 一口气跳升到 32.6%， 单季合并营收更是高达 86.33 亿元。说实话，现在消费性电子市场正被记忆体涨价压得喘不过气，总体经济根本是大逆风。在这种情况下，能刷出这种突破天际的财路数据，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可不可持续？要回答这个关于永续性的问题，我们真的不能只盯着单一季度的财报看，我们得把视角拉包，拆解一下元泰现在在全球市场那种近乎绝对垄断的产业结构，你就会明白底气在哪里了。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们的第一块版图，也就是元泰的电子纸帝国与全球分工，看看这个掌握全球超过90%市占率的霸主到底长什么样子。你仔细看元泰的发展时，他们早就不是大家印象中那种单纯的造纸厂或者是拼产能的面板代工厂了。回头看2009年他们吃下美国 E-Ink， 直接把最核心的墨水材料技术握在手里，接着并购 Hydis 拿到广视角3例，到了2025年更狠，直接把驱动 IC 大厂联合巨晶给纳入麾下。没错，这招真的非常高明，他们玩的根本不是传统代工那套，而是一场非常精密的跨国分工大秀。你看，美国的子公司就专心搞最前端的墨水材料研发，台湾这边的联合巨晶主导底层的驱动 IC 设计跟演算法，最后再交给新竹跟扬州厂去做前端制造跟系统整合，等于是从最源头的材料到控制大脑，全部一条龙抓在自己手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块核心版图，技术起点与防御护城河，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破过去静态显示的这个超级枷锁。不过身为分析师，我得提出个质疑，就算你把上下游都整合了，电子纸一直以来不是有个致命伤吗？就是画面是静态的。现在可是短影音当道的时代啊，一个只能慢吞吞翻页的荧幕，到底凭什么维持绝对垄断？这就得提到元泰那套由内而外的3层专利护城河了。这可不是随便说的，最里面那层是独家墨水配方，中间这层是控制墨水微粒时序的 waveform 演算法，最外面还包了一层各种终端场域的应用专利。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就算今天竞争对手真的千方百计偷到了原始材料，只要他没有那套控制演算法，做出来的东西永远就只是10年前那种会卡顿的静态技术。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新发布的 T2000 彩色时序控制晶片会被视为真正的重头戏。这个晶片真的太狂了，它让影像传输跟显示可以同步运作。想象一下，在75寸那么大的 Spectra 6彩色看板上，它的局部动画竟然可以跑到每秒13帧，这效能直接飙升了3倍，而且还原生支援 OpenAndroid 系统。也就是说，电子纸看板终于摆脱了只能放静态图片的宿命，可以无缝播放动态的促销广告咯。而且不只是看板哦，透过投资软性铜箔基板大厂台宏，电子纸现在甚至进化成了智慧表面。大家应该有看过 BMW iX3 Flow 那台会变色的干验车吧，或者是能随心情变换图案的 AI 手机背盖。透过这些技术突破，原本死板板的被动材料已经彻底摇身一变，成了可以动态互动的数位资产了。了解了技术底气，我们来看看第3块版图，生态系锁定与3大成长引擎。这可以说是元泰商业模式里最高明的一步棋。技术突破确实很吸睛，但我必须用商业逻辑来挑战一下。现在元泰在扬州的模组产线明明已经接近满载了，但管理阶层居然主动决定不再扩大自由的大尺寸模组产能，反而退回上游去专心卖材料，把眼前的大好营收直接拱手让人，这说得通吧？哇，这你就不懂了，这绝对是最高级的战略性赋能，也就是所谓的集体锁定哦。你想想，以前自己跳下去做低毛利的模组，吃力又不讨好。现在换个玩法，元泰主动退出低毛利组装，这等于是逼着三星、夏普、妥达这些面板大厂必须自己掏腰包去建大世代的电子纸模组产线。这招一手出，今年 Computex 展上直接吸引超过40家大厂加入元泰的共生体系。原本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一夜之间全都乖乖变成了被锁死的高毛利材料客户。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这三大成长引擎的实际数据，第一季消费性电子板块其实明显遭遇了逆风，受到记忆体涨价的挤压，这部分的成长预测已经被下修到大约10%的个位数边缘了。没错，消费性电子确实有压力，但你绝对不能忽略另外2颗正在大爆发的引擎啊！你看电子货架标签，在沃尔玛全美4600家门市大举装机，还有欧洲全彩升级潮的带动下，这块依然是超稳健的现金流。更猛的里程碑是，主打数位看板的 Spectra 6彩色出货面积，在这一季竟然首度超越了黑白电子书，这绝对是产品组合优化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这就带我们来到第4板块，财务高峰与现实修正。让我们一起来拆解第一季财报数据背后那些没有明说的真相。从表面上看，这些顶峰指标确实华丽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第一季营收86.33亿元，年增7%，营业利益更是暴增31%，来到28.14亿元。总资产甚至一举突破1000亿大关，满手719亿的现金跟金融资产，长期信评也被调升到了 TWA。不过，身为一个看数据说话的人，我更在意的是财报里隐藏的现实。在这么强劲的数据背后，管理阶层到底在担忧什么？那些产线延迟又是怎么回事？其实现实中确实存在2个无可回避的修正，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消费电子的成长预期被下修了，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扩厂进度问题 ，H5 产线的量产进度之前曾经亮起过红灯，管理阶层自己也坦诚，要把尺寸放大的难度真的极高，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要烤一块像桌子一样大的饼干，却要求它不能有任何一点裂痕，非常容易碎，这也是导致早期良率落后、时程延宕的最主要原因。接着我们看第5板块，节能战略与供应链逆风，这可以说是 AI 时代下最核心的矛盾与解方。元太这几年一直高喊 AI 时代最节能的设施中宏观的绿色口号，但在驱动 IC 缺货涨价、PET 原物料成本跟着油价飙升的严酷现实面前，这会不会充其量只是一种商业炒作？说真的，这绝对不是炒作。AI needs power, E-Ink saves power 这句话就是现在解决算力焦虑的最佳解方。你知道吗？彩色电子纸跟传统 LCD 比起来，能耗整整降低了惊人的 99.9%。透过这种极低的功耗，再搭上太阳能，就可以实现完全免拉线的无线化部署。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些数位看板能把宝贵电力容量原封不动地还给后端那些超级吃电的 AI 资料中心啊！至于你担心的供应链成本飙升，其实元太早就布好局了，他们用了2招来反制。第一招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把低毛利的模组组装丢给生态系盟友，自己专注卖高毛利的材料，用这层利润空间来吸收成本冲击。第二招更绝，透过收购联合巨晶，直接掌控最底层的驱动 IC， 这种垂直整合等于是直接从根本瓦解了上游半导体涨价的威胁。最后，我们来到第6板块，终局战略与风险评估，来进行一场高强度的商业辩证。你的防御策略听起来是很漂亮啦，但我必须戳一个最致命的痛点：电子纸大看板的终端售价足足是传统 LCD 的2倍以上。在零售市场这种锱铢必较、极度讲求投资报酬率的地方，这么贵的硬体难道不会成为普及的最大障碍吗？如果你只单看硬体采购价，确实是2倍没错，但别忘了算 TCO， 也就是总体持有成本啊。光是省下的超庞大电费，还有免去施工拉线的费用，其实早就回本了。更厉害的是，结合刚刚提到的 T2000 晶片动态显示，元太直接把这些看板升级成了零售媒体网络，也就是说 AI 可以根据时段动态切换广告，早上卖咖啡，晚上推啤酒。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一块只会花钱的显示器，而是变成了一项能帮品牌持续赚取广告费的收益资产了。把设备资产化，听起来确实是个很完美的商业升级故事。但身为分析师，我还是得为未来3到5年的发展做个压力测试。这3大风险依然是挡在前面的大石头。第一，大尺寸的学习曲线，刚说的 H6 产线能不能避免重蹈 H5 良率落后的覆辙？第二，客户空窗期，2026年底沃尔玛全部装机完成后，下一个能吃下这么大单量的巨头在哪里？第三，地缘政治随时可能引发的原物料与碳足迹波动，这股反噬力量绝对不能小看。这也就是为什么元太已经把目光紧紧锁定在2028年了。2028年，桃园观音超级工厂即将正式量产。这座超级工厂的终极使命，就是要利用大世代产线那种极致的规模经济，硬生生把32到40寸大型彩色看板的成本，狠狠地压到跟传统 LCD 同一个水平线上。你想想，只要价格逼近，再配上那省下 99.9% 能源的绝对优势，整个零售媒体市场的爆发，绝对会是几何级数的成长。
所以说到底，最终的成败其实就是一场与时间还有与良率赛跑的生存游戏。没错，关于超级工厂到底能不能用最快的速度跨越放大尺寸的良率难关，这不仅仅是元太自己要面对的挑战，更是决定了这个全球电子纸帝国能不能在 AI 时代真正称霸零售媒体市场的最关键一役。这场高毛利的商业盛宴还能持续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